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乐與樂，食新歌，齋樂樹，與明中，正吉人。農曆6月6，草木丰茂，万物并秀。而这一天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漫山遍野的水稻。吮吸着邕江的汁水，稻穗在亚热带的阳光下拔节生长。稻草编成的草龙在田间地头奔跳舞动，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稻谷丰收。谁也说不清扎稻草龙的习俗起源于何时，正如谁也猜不透庄稼的心事。他们把一切秘密都隐藏在一串串饱满的稻穗当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喜看稻书千重浪。古往今来的诗人唱尽了对丰收的渴望。早期的人类从以渔猎和采集为生，过渡到以农为生的新旧石器时代，这是人类进化的共同轨迹。就在这一阶段，世代生息在岭南的壮族先民们已经开始把容易掉籽和倒伏的野生稻培育成可以集中栽种和大面积收割的栽培稻。这个就是大石铲。大石铲是我们中国稻作文化的典型器物，是我国稻作文化的代表文物。4000多年前，落月先民就是使用这样的工具进行劳作，在蛮荒的岭南点燃了文明的薪火，
这也是人类进入稻作时代的重要见证。稻作是最复杂的农业生产，它的环节多，很需要一系列的生产工具，包括耕作工具、灌溉工具、收获工具、运输工具、加工工具、储藏工具等等。这些工具是史前先民智慧的结晶，对这个人类文明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17年，考古学家在广西隆安县亚怀洞发掘了一处古人类遗址，在这个距今16000年的地方，发现了稻属之龟体。这是距今为止世界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野生稻遗存。有学者认为，广西是人工栽培的发源地，是传播稻作文化的起点。我们由于做了大量的水稻的这个基因组测序，我们就把野生稻跟栽培稻做了一些比较，偶然间发现，就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水稻，就像我们讲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咱们广西地区。准确来说呢，就是珠江中游流域或者是邕江在南宁这个地区这一带。《史记》记载，自从人类有了栽种的历史，从此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正是先民和水稻的最初邂逅，拉开了早期文明的序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把种子交给大地，土地总会如约偿还劳动的果实。一场伟大的文明质变开始了。从此，水稻这种喜水而多穗的植物，与小麦、玉米一起，成为人类平凡而伟大的3大粮食之一，供养了全世界1半以上的人口。水稻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群，滋养了一段又一段历史，支撑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我们认为最早的这个栽培的水稻是是发生在广西这个地方，从广西这个珠江流域这一带，可以通过越南这些跟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逐步传播到东南亚，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爪哇岛这一带。还有一个支流就往北传，就通过湘桂走廊，从广西传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这一带。走进广西，人们会发现有许多冠名纳字的村寨。纳是壮语水田的意思，凭名字几乎可以断定，这些都是壮族村寨，他们都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名副其实的稻作民族。无山不稳，无树不安，无水不住，无田不居。这些壮族人家依山傍水，但是他们宁居陡坡，不占良田。这是稻作民族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蒸、煮、炒、酿，糯香的米饭，清香的米粥。千百年来，人们享受着稻米带来的营养和美味。水街，南宁最早的老街道，当年全城人都经由此街去邕江挑水，街道终年被水打湿，水街因此而得名。作为南宁最繁华的城市中心，水街也是各色小吃一展身手的神奇舞台。在老南宁心中，没有在水街的饮食江湖中摸爬滚打过的小吃，算不上南宁城的老味道。碾米成粉，
则不啻是人类的一大发明。莹白的米粉经高汤吊煮，再佐以各式菜肴，团点葱蒜，淋上油料，竟然成就了脱胎换骨的美味。在南宁的大街小巷，粉店粉摊随处可见，螺蛳粉、大头粉、牛八粉、海鲜粉、老友粉、酸粉、绿粉、卷粉，宽的、窄的、粗的、细的，酸的、辣的，荤的、素的，炒的、捞的，谁也说不清南宁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周丽娜做的粉虫可谓一绝，这项绝活从太外婆开始，一代代传到她的手中。那时候听外婆这样子说过那些历史啊，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粮票换的米能有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着这些小吃来吃，粉虫啊、粉粒啊、那个芋头糕啊、甲粽啊，还有那个。老闆娘嚟碟粉蟲，食邊種？牛肉，牛肉，牛多啲，粉蟲少啲啲，老闆。制作粉虫的讲究，周丽娜铭记在心。要用半年以上的陈米，需要在清水中浸泡4个小时以上，才能保证粉虫的理想口感。米浆与水的比例也要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只不大不小的竹鸡是制作粉虫的关键道具。粉团蒸至半熟，搓成条形，再扯下小段，在竹鸡上搓成虫状，放入蒸笼，猛火蒸熟。出笼后的粉虫，米香浓郁，柔韧劲道，配上辣椒丝、西红柿、豆豉、酸笋、瘦肉一起，下到油锅稍稍翻炒，南宁人最爱的老友炒粉虫便出锅了。15號牛肉加牛肉。15號牛肉加牛肉，15號牛肉加牛肉。粉虫形似虫草，造型和滋味一样，独特而别致。醇厚的米香，弹牙的嚼劲，爽滑的口感，这是南宁人挚爱的味觉享受。要做出1斤粉虫，一般人至少要花费40分钟的时间。繁琐的制作过程，让粉虫有点跟不上按了快捷键的都市节奏。周丽娜每天做不了太多，但她还是想把店开下去。在她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对于家族的责任。而温厚淳朴的南宁人也相信，正宗地道的美味总是值得耐心等待。夜幕四合，华灯初上，又到了夜宵爱好者钟爱的黄金时段。如果说水街是南宁美食的老地盘，那么邕江大桥附近的中山路，则是现代年轻食客们的新战场。中山路全长不到1000米，每天却是人满为患。嗦粉、撩螺是南宁人的日常喜好。而现代人喜爱的美味，何止这些？这个东西里面做来有位置了，生蚝、羊排、海鲜粉饭、粥、烤鱼，这样讲对。对于流连其间的食客们来说，不只是看重这里的美食，更在意的是这里亲切而热闹的烟火气。烧烤火爆，海鲜生猛，
构成了中山路的美食江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清凉爽口的美味——酸野，这在南宁的美食版图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酸野，南宁白话的意思是腌制的果蔬，也有人说水果泡辣椒。酸本是让食物不变质的方法，在此却演变成一种岭南特有的美味。当地的瓜果蔬菜四季不断，它们被赋予酸、甜、咸、辣等滋味，口感百变，应时而变，但无一不是清鲜爽口。西瓜的酥甜，芒果的软腻，香蕉的黏糯，凤梨的甘酸，青瓜的脆香，各式滋味相互激发，和而不同，显出丰富的味觉层次，让人口舌生咸，欲罢不能。南宁有句俗话：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只要端出盛满酸野的玻璃坛子，自然有人寻酸而来。雷姐家店虽小，但是名声大，来的都是客，招待16方，味道正宗地道，生意自然不愁。算起来，雷姐家的酸野摊儿已经摆了40多年了。雷姐从小便随着外婆在大街小巷辗转摆摊，她的酸野手艺也全是外婆传授的。直到现在，雷姐家的酸野还是南宁人最喜欢的老3样：萝卜、木瓜、包菜，选用糖分充足、口感清脆的北方萝卜，刨丝后拌入盐和糖静放，待水分析出后，再用自酿的米醋泡制3天，这样酸咸甜的味道就全部出来了。守着几个坛坛罐罐一辈子，雷姐也有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家里搬家，雷姐也就关闭了摆了多年的酸野摊儿。在那1年之中，我每天都有点忐忑不安，唯恐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一接到电话说：“哎呀，雷姐，你去哪里啦？我都找不到你，我们去哪里买酸野？”他们会这样子说。然后有些人我说：“哎呦，暂时不做了啊！你不做了，我们去哪里吃酸野啊？”感动之余，雷姐的酸野摊儿重新开张了。过来吃点。好久没见你了，在法里刚才换华联呢。酸野，这种常见于南宁街头巷尾的寻常小吃，见证的却是人与人之间寻常而温暖的交往，质朴而珍贵的情谊。得了。8月天热，上升的水温带来丰富的食饵，邕江里的鲮鱼开始活跃。肥美的鲮鱼自然也招来了开捕的渔网。鲮鱼肉质细嫩，韧性十足，是制作鱼饺的理想材料。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认识他，碰着拜他为师，提到的是在我们餐饮界是一个重量级人物。王唐豪，南宁庸菜烹饪大师，虽然年近80，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忙了一辈子的庸菜。他就是要考我们做的庸菜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能达到的要求他才会收。庸菜的特点是鲜香、嫩滑、酸甜，用的是鸡、鸭、鱼肉等常规食材。今天，王唐豪要为徒弟们演示如何做出正宗的邕州鱼饺。
鲮鱼开膛，洗净，一刀下去，皮肉分离，去头、去骨、去皮。去皮后的鱼肉要剔除红肉，只选用白肉部分，用力捶打，并按同一方向搅拌成为鱼胶。打到它粘筷子，不掉下来，就差不多了。再包进用冬菇、虾米、马蹄粒调成的馅料，捏成花边角形，装入笼屉蒸熟。出笼后，再用鲜汤调芡，配上青菜，这道别致的鱼饺才算大功告成。一道看似平常的鲮鱼，却做出了花样。嫩滑、鲜甜、醇香兼而有汁，口感富有层次，这是属于南宁的味道。山鸡、山鸭、山鱼，这呢是比较经典一点。老百姓呢，过年过节宴席上少不了的。王唐豪所说的三鸡是花雕醉鸡、豉油鸡、白切鸡；三鸭是醉鸭、烧鸭、柠檬鸭；三鱼是鱼饺、鱼扣、五柳鱼。烫炸、蒸烧、煮炒、煎炖，借助油水火和各式调料，普通的鸡鸭鱼顿时成为不同凡响的滋味。而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气质，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纷繁复杂的工序，挖掘出鲜美食材的最大潜力。三鸡、三鸭、三鱼构建起庸菜的鲜明标志，慰藉着南宁人的味觉。在王唐豪看来，对庸菜的传承不仅是对南宁味道的忠实保持，更是对于乡愁记忆的自觉守望。因為我係繼承人，必須要傳承落去，所以有啲嘢咧就同埋要大家專心去做。邕江迎来送往，一批批走南闯北的人群在南宁驻足流连，也带来了东西南北的美食和五花八门的滋味。随着经济开放和文化交流带来的人群交往的增多，传统的味道走出南宁，更多的外来美食也涌入南宁。在这个美食天堂，舌尖上的美味多元杂陈，各领风骚，交汇成缤纷繁丽的交响。阿蔡是一名泰国大厨，在中国生活快10年了。几天前，他接到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邀请，让他参加泰国美食推广活动。他准备的是一道地道的泰国家乡菜——泰国咖喱肠。泰国的气候物产与南宁并无太大差异，而泰式料理又酸又辣又甜的独特风味，对于嗜酸成性的南宁人而言，接受起来并不难。但阿蔡毕竟是在异国他乡，要做出正宗的泰国风味儿，他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厨艺的挑战。阿蔡的泰餐得到了南宁人的欢迎，他的付出也有了回报。8年来，阿蔡的泰国餐馆已经开了4家分店，他的身边也多了一位广西姑娘。在阿蔡眼里，南宁平添了一份温柔，成了他的第2故乡。岁月汇流成溪，在不息的涌动中，
洒下一路明亮的光影和真实的繁荣，也留下了不同人群对美味的不同嗜好。在南宁，可以尝到来自各地的美食和滋味，粤菜的清淡，川菜的麻辣，苏菜的鲜甜，各地菜系有格有调，各种滋味如同斑斓的调色盘，既壁垒分明，又融会贯通，杂然相处，和而不同。南宁的美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南宁人爱吃、会吃、敢吃，没有浓油赤酱，没有炫酷造型，而是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平淡平易地让食物释放出本身的滋味。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对大地物产的真正爱护，这才是对自然馈赠发自心底的感恩。老滋味历久弥新，新味道成为经典，食色斑斓，风味更替，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一方水土的挚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食本来就是寻常日子的一部分，活色生香，丰富多变，而这不也正是生活本身的滋味吗？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